下官东府安抚使司主管记忆文字沈文琪参见胡令公。何成旭呢？快出来！末将何成旭给老令公请安。谁给你的胆子？敢在王宫内公然抗拒王命！请老令公息怒，末将知道错了，实在是代太尉曾有严令，丽声院违法。几十年前老王起兵的时候，老夫便是内衙左校了。代孕他娘还没曾出过门子，你拿他来压我？末将吃了中央谋了心，实在是罪该万死，甘愿感受老令公责罚处置。亡命如山，耽误了时辰，误了大事。老夫当着各都将士的面，架起大火炖了你。末将遵命。你们这群瞎才，还懒在那儿作甚？还不快翻出来！快点！快点！末将早已准备齐当，不敢误了申记一公事。何都将，本官未曾入库亲自拣选，收据回执要缓些时候给你了。末将醒得，公事要紧，收据回执，不劳申记一辛苦。3日之后，末将自己登门去取。这些绢帛有何不可呢？历来赏赐军卒，所费绢锦皆为黑灰两色，即便颜色再上一等，也至多为青色。绯、绿、靛、青皆为品级所用，庶人用之为僭越。也是，5品以上服绯，6品、7品服绿，8品、9品为靛青。其一，历来赏赐皆为纯色，此番兑换杂色，殊为有异。其二，下官手持王命，而其竟敢抗命，一直拖到胡令公亲来，这才领命，其胆大妄为，令人诧异。其三，历来出赏都是各衙司入库拣选，自行包裹装箱运，他却没容下官入库，直接装好送了出来，平白搭上几百个木箱子，这些可都是要在账面上销账的。难不成这些箱子钱他自家垫了？其四，历来出赏都是出账即签收据，他却连凭证都没当面要，口称日后自己来取。此事虽然方便，却不合规矩。事情明摆着，这是闹了家贼了。到底怎么回事儿？实在是末将吃了猪油，蒙了心。这等唬了外人的鬼话，说给沈文琪听听也就罢了，拿来搪塞老夫，你当真是活得不耐烦了？内衙诸军向来是太尉管着，如今平白冒出个内外马步诸军都统军使来，未曾知会太尉，便要打开内库。末将也是心中惶恐，忧心坏了太尉的军法规矩，这才做下了糊涂事。你半分都不糊涂，你是聪明的过了头。统领亲卫第一都不过2年的光景，你便在西湖边上置了2处3进的院子，娶了9房妾室。你当老夫眼睛瞎吗？末将实在不敢欺瞒老太尉。任都将以来，受了外官不少孝敬，只是有2条，只手不敢有亏，营中粮饷不敢克扣空额。若是犯了这2条，末将情愿万箭穿心。敢不敢，犯不犯，不是你这张利口说了算。你将内库2年出入的账籍送到老夫府里来，你死不死，总要查验清楚，才有公道。谨遵老太尉军命。
欺上瞒下，鸡鸣狗盗。何承训不过一介都将，公然倒卖王家私产，胆子实在太大了些。内库资助绢帛珍宝万千，都是寻常人家难得一见的东西。但凡流入市面，东西两府各处州县地方官吏岂能无所察觉？如何能做得滴水不漏，上下不闻？大郎兄，如愚公，这箱子你们可曾见过？这箱子怎么了？官府藏运绢帛用的都是大箱子吧？东府库藏所用的箱子，皆是长宽3尺见方的大箱子，确实未曾见过这等长3尺、宽1尺的小箱子。这就对了，这小箱子我却常见。西府城中18家挂山月社招牌幌子的门面铺子，所售卖布匹、绢帛，均用的是这等小箱子。九老，此事干系非小，你切莫卷进来，开开心心的当鱼帐子便好了。小弟醒得了。未知客从何来？我家东主已在听雨轩恭候大东主多时，请大东主移步。云清兄，久违了。程兄，快请，请。今日却有什么菜色？速速报来。启禀东主，上一遭试过一次厨的鱼虾小厮，却也请来了，颇费了小人一番心思。论及调制愉快的刀下功夫，楼里的鸡年老厨却不及这小鬼头之外意。今日大东主登临，正好让他好生伺候一番。口腹上的事，我跟云清兄都不甚在意，人要妥当，这才是大事。东主宽心，那小厮惯常在鱼肆码头厮混，许多老鱼子都识得，是知根知底的本地人。罢了，下去吧。程兄，世子已薨，如今的大王身子骨也不大好。试问这萧墙之内，哪位王子出头啊？前王诸子，以大郎君声望最隆，三郎君兵权最盛。只是此二人都是过继子，大郎君乃前王之兄武令公长子，三郎君本家姓孙。都是假儿子，当不得真。有人说，周平带头闹事，背后撑腰的是代孕。这个事儿，你怎么看啊？若真有代太尉撑腰，周平死不了。代院是儿臣的姑父，儿臣在西边手握兵权，代院在内廷掌管内衙军。即便没有好事之人的谬论，为了大局周全，恳请父王罢了儿臣的兵权。吴越的周全，还望你们守候。儿臣当万死不辞。如此说来，如今前王的亲儿子里，有能看的。六郎君称得上老成谋国。
大王，六郎君来了。传他进来。诺。简教太傅、镇海镇东节度副使、参丞相府事臣洪佐觐见大王。每次都是这样啊。你不嫌啰嗦，姑都嫌你聒噪。明明是个少年，你装什么老成持重啊？怎么？你还非要姑赏你个暂拜不明不成？臣知错。有郎比你小不了几岁，你看看你们两个在一起，一个稚气未脱，一个老气横秋的。九郎不曾进相府。进了相府，便不是姑的儿子了。礼不可废。姑想让你喊一声阿爹，就这么难吗？在家为父子，做事论君臣。钱家这位六郎君，竟然是如此一位妙人，有如此一位老成谋国的郎君坐镇内廷。你这参耗子居然还敢如此肆意搬弄生意，家业大了，立国的时候长了，难免要生出一些城狐射手。我不过是个经手的，真正靠这些生意吸血发财的，还不是国中这些勋贵子弟、军中宿将。东主，头菜来了。可有名号？这酒壶乃是1等1的细瓷，那里的酒乃是自家酒坊酿制的新酒，名为月夜。这鱼长24拱，故为24桥明月夜。好名字，云清兄，请，请。细嫩鲜滑，入口即化，果然有点意思。赏。快谢赏啊！小人谢贵人的赏。罢了，下去吧。侯长史留意下，此人姓甚名谁？鱼刺上的鱼子纹唤作酒精，只因曾亲眼见他入水徒手捉的一条酒精大鱼上来。姓什么？却不知晓。见了金子不猛然，也不狂喜，反倒错愕。看来这金银于他并不新鲜，或贵或利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。这是大户人家教养出来的子弟，礼数上毫厘不差。那人靴子底下没有泥，却透着一股邪腥之气，应该是自海路乘船过来的。海上波涛汹涌，可是凶险的紧，所以船不会小。这小子竟是细作眼线，小人这便去拿了他新闻。追不及了，不要风声鹤唳，在西府盯着咱们的又何止1家2家，拿也拿不过来。不过此子年纪轻轻，出下手段了得，怕是有些家室。你去市布司查一下，今日入港的商船最少300辆以上，入港的时辰应当是卯时到巳时之间，应该不难查到。
别躲了，里边气闷，出来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饿了，可有吃食？你们几个留心脚下啊！留心脚下！你们两个轻点踩啊，都慢着点。来，哎呀，都小心些！再要如此粗疏，自家跳下去喂鱼，都抓紧装起来，快点，都装好，快，抬走，抬走，抬走！被足下见笑了，实在是饿得很了。多蒙馈赠，足感厚德。黄龙岛的于大娘子，是你什么人？在下，并不知于大娘子是何方神圣。东海之上闻风丧胆的黄龙海贼，确实听说过的。如此说来，你潜入山岳社，并非为了生意。那要看足下与山岳社做的是什么生意？都慢着点，都慢着点！哎，你们几个都小心点！出事了！是我谋杀的人。大东主尽管安心处置，小人蒙大东主一饭之恩，尚未回报，不敢擅离。大东主若不放心，可遣一二心腹在此守护。仔细伺候好这位小郎君，莫要怠慢。郎君慢一些，快点！站住！放过我吧，放了我吧，哥！放我出来，放我出来，哥！老子俩，这位英雄，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你最好少说话，要不我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喂狗。